DJI Mac Mini 2首发，一条视频讲清楚3件事儿。它这次到底升级了什么？手机、相机、大疆设备怎么高效的用起来？以及它和 DJI Mac 3的关系怎么理解？先说结论 ，DJI Mac Mini 2在我这儿就是移动创作效率麦的升级版。先收藏，我打赌你一定用得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。DJI Mac Mini 2这次不是堆一堆你用不上的专业功能，而是把3个新手或者注重效率的博主最容易神烦的事儿做得更省心。环境噪音突然爆音，声音不好听但不会调，再加上它能进 Osmo Audio 生态，像 Pocket 3这类大疆设备可以做到发射器直连，不用接收器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很多朋友用无线麦，真正糟心的是你明明买了设备，结果上手大多还是会遇到3个问题：第一，环境一吵，人声就被淹没了；第二，声音一大，直接爆掉，素材不可用；第三，录出来的不脏不炸，但人声就是不好听，而且还不会调。DJI Mac Mini 2这次其实就是在解决这3件事儿，而且解决的方式很直接：2级主动降噪、自动限幅防爆音、3种音色预设。说白了，它不是让你学调音，它是让你更快拿到能直接用的人声。所以这期我们直接按照视频创作者真正会遇到的流程来讲，你买到它之后，先知道怎么连，再知道3个问题怎么解决，看完马上就能上手。如果你是手机用户，这套东西其实是最简单的，接收器插上手机直接就能用。对于大多数拍 Vlog、拍口播、拍短视频的朋友来说，这就是最低学习成本的方案。你不用一上来就研究什么复杂菜单，核心就一句话：先连上，再录一小段测试音，确认有声音，确认音量正常，就可以即刻开拍。如果你手里用的是大疆生态，比如 Pocket 3 Action 系列这类支持 Osmo Audio 的设备，那这类体验会更舒服，因为它的发射器可以直接连设备，不用额外挂接收器。这个升级点我觉得非常关键，因为它解决的是拍摄时机身上挂一堆东西的问题。以前很多设备本来小巧，结果为了录音又多挂了一个接收器，整体就会很乱。现在直连之后，流程明显更轻一点，开机连上开录，整套动作也会顺滑很多。如果你是相机用户， 3.5 毫米的 TRS 线连上就能录；索尼相机用户走 MI 热靴，那种更顺滑的工作流也会更舒服一点。反正连接这部分，我想给大家的重点就一句话：你先别急着研究一堆高级功能，先根据自己的设备选对连接方式，然后一定先试录5到10秒，这一步比什么都重要。OK， 连接说明白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期最核心的部分：新手和视频创作者最常遇到的3个问题，怎么轻松解决？第一个问题就是环境噪音太大怎么搞？这是很多朋友第一次用无线麦最容易误判的一件事儿。你以为挂上麦克风声音就一定干净，但实际上空调声、风扇声、车流声、路人声都会把你的人声往下压。所以 DJI Mac Mini 2这次最实用的一个升级就是2级主动降噪。它不是单纯的告诉你我有降噪，而是直接给你更好理解的使用逻辑。安静一点的场景就用弱档，室外或者更嘈杂的环境就用强档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同样的环境，是没有开降噪的声音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没有打开降噪的声音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打开了弱降噪之后的声音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打开了弱降噪之后的声音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打开了强降噪之后的声音。DJI Mac Mini 2首发，现在是打开了强降噪之后的声音。具体怎么开也很简单，进入 DJI Mimo， 找到无线麦克风设置里面就能看到降噪的选项，关闭、弱、强3档。如果你觉得每次进 App 很麻烦，那就提前把按键降噪声效打开，这样你拍摄的时候直接双击 TX 端的电源键，就能快速的切换降噪。这个设计为什么这么实用？因为它解决的是你在拍摄现场懒得翻菜单的问题，尤其是边走边拍、边拍边转场的时候，这种快捷操作真的比你想象中的要重要。所以噪音这个问题 ，DJI Mac Mini 2给你的解决方法非常明确，不是让你会调复杂的参数，而是让你按场景直接选档位，快速的拿到可用的声音。第二个问题就是爆音怎么解决？这个问题特别常见，而且很多人不是不知道它会发生，而是它发生的时候根本来不及救。就比如你本来
正常说话，结果情绪一激动，突然喊了一下，或者旁边有人突然来了一嗓子，又或者你现场收音距离太近，音量瞬间就顶满了。这个时候最难受的是画面可能很好，但声音直接就废了。DJI Mic Mini 2的自动线幅防爆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保险，当声音突然过大，它会自动的帮你压一下，尽量避免素材直接炸掉。这个功能对专业用户来说或许不是新概念，但对于新手朋友们来说，它特别重要，因为它提升的是成片成功率。很多时候你不是要极致音频后期空间，你是先要这条素材可用。那么这个功能怎么开？同样在 DJI Mimo 里进入 TX 端更多设置，找到音频设置，把自动防爆音打开就行。我建议只要你是外拍，只要你是现场声音不可控，尽量就开着。因为外拍最大的问题从来不是你知道会不会爆音，而是你不知道它会在什么时间突然爆音。当然开了这个功能不代表你就可以乱来，还是那句话，麦别贴嘴太近，别被衣服挡住，因为自动防爆音是兜底用的。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先把基础摆位做好，再让这个功能帮你去兜风险，这样你的素材稳定性就会高很多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声音不好听怎么调？这个问题其实比噪音和爆音更普遍，因为有些朋友录出来的声音明明不炸不脏也不算翻车，但就是听起来不顺耳。如果你让新手和一些视频创作者去学 EQ、学频段、学压缩，坦白说，大部分人根本学不会，也没那个耐心。所以我觉得 DJI Mic Mini 2这次聪明的一点，就是直接给你3种音色预设。这3个词儿很直接，你就直接把它理解成3种更简单的人声风格选择。一个是比较均衡，适合大多数正常口播；一个是会更亮一点、更清晰一点，适合想让声音更通透、更有存在感的场景；一个是会更厚一点、更扎实一点，适合你想让声音更饱满、更稳一些的时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，这个是常规档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，这个是明亮档的声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，这个是饱满档的声音。这个功能最大的价值是它不用让你学调音，也能更快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声音。尤其是做 Talking 口播自媒体 Vlog， 很多时候你不是要最专业的后期空间，是要今天拍了今天就能用，那这种预设就特别实用。设置方式也一样简单， DJI Mimo 里找到 TX 端设置，点开音色预设，3个模式你自己试听。我的建议是第一次用时就先从常规档开始，如果你觉得人声不够亮不够轻，那就切 Bright， 如果你觉得声音偏薄，那就试试 Rich。别一上来就纠结哪个最专业，先选一个你自己听着顺耳、回放也更舒服的版本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你会发现 DJI Mic Mini 2这次整个升级逻辑其实非常统一，它不是东加一个功能西加一个功能，而是围绕新手和多数视频创作者最常见的3种翻车点，把解决方法做得更直观了。视频看到这里，你就能明白它为什么会是移动创作效率麦，因为它不是那种让你研究半天参数才敢拍的设备，而是你拿到手之后先连上，然后顺着这3个问题一路走，基本就能快速进入一个可用的状态。接下来再说一个我觉得很重要但更偏使用体验的点，为什么它叫 mini？ 为什么很多人真的愿意天天带着它？答案是因为它轻，它灵活，它不容易让你嫌麻烦。发射器佩戴存在感很低，磁吸也行，背夹也行，背夹还可以拆，可以旋转，这个细节很重要。因为很多人不是设备不行，是夹的位置不对，方向不对，所以你在佩戴的时候一定记住收音口尽量朝向声源。磁吸前盖是本次创新，也很直观，多种颜色，现场一吸一换也很方便，感觉上适合很多女性的自媒体博主。它的意义不是花哨，是让麦克风在不同的衣服上、不同的场景里不突兀，画面更干净。尤其是你在拍口播或者采访，胸前那一颗个性化的麦一定会很加分。再加上一体收纳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对真实视频创作者来说特别重要。很多无线麦最后不是性能不够，而是配件太散，今天少个磁铁，明天少个防风毛衣，时间一长你就懒得带了。Mini 2这种是一盒尽量装全套的思路，本质上也是提升使用的
成功率。因为对移动创作者来说，真正高频被用起来的设备一定不是参数最夸张的，而是最不折腾的。OK， 最后我们聊一聊你们一定会搜的一句 DJI Mac Mini 2和 DJI Mac 3怎么选。这里我们只聊定位， Mac 3更像是专业系统麦，适合多机位、高强度制作、后期流程更重的人。Mini 2这次的优势是把移动设备创作和新手最常用、最能感知的提升做得更满，降噪更直观，音色更好选，爆音更不容易，佩戴更灵活，收纳更一体，并且在大疆生态里能直连减负。如果是每天背着设备跑，拍得快，转场多，追求一次成功率，那 DJI Mac Mini 2会成为你天天带的那一套。你如果是系统化制作， Mac 3会更适合你把流程做得更专业。它们不是互相否定，只是你需求不同，选不同。所以一人手机拍 Vlog 选手机版一发一收，双人对谈采访选2发一收，手里有 Pocket 3 Action 之类的大疆设备 Osmo Audio 直连一定要用起来，相信我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依旧，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。